其实煮绿豆根本不需要浸泡，煮前只需要多做一步，只需5分钟即可软烂又开花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这么热的天，要是回家就能喝上一碗清爽冰凉的绿豆汤，那该有多过瘾啊！肯定比吃雪糕、喝冷饮强太多了。煮绿豆汤其实呢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，但是不少朋友反馈，煮绿豆汤太耗时，因为绿豆坚硬的果实，有些人为了省事，会直接用高压锅来煮。但是这样做，一方面增加了安全隐患，一方面会导致豆子失去了一些营养和风味。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而又神奇的小窍门，只需要在煮豆之前只需要多加一步，就可以让豆子在短时间内粒粒软烂出沙。不管是绿豆还是红豆，都可以做出美味的甜品或者汤水。买回来的豆子都要先挑拣一遍，有虫眼或发青发霉的，质量不好的肯定都是要挑出去的。这样的坏豆子混到好豆子里，煮出来会严重影响成品的色泽和味道。接下来，先把要煮的豆子洗净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加入足够多的清水，将其淘洗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豆子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将脏水倒掉，再换水清洗一次，清洗的越干净，煮出来的汤品质量会越好。再次将水控干，这时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煮，不然是煮不烂的，或者是耗费很长时间。接下来，我们拿出家里常备的一次性纸杯，或者大家用完也行。我们把豆子呢分别装入杯子里边，装一半就行，不要装得太满，因为呢我们还需要往里边呢加水的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杯子口预留3公分的距离。绿豆想要在短时间内软烂开花，必须要做的一步就是冷冻，所以现在将其放入冰箱内，差不多呢要冷冻2个小时以上，才能完全被冻住。或者我们可以提前1个晚上准备好，那么第2天完全冷冻后，就可以取出来直接用了。现在我们把纸杯撕掉，用纸杯的好处就是方便拿取，而且1-2个人一次呢就1杯或者2杯就够了。现在绿豆的状态就是被冻得硬邦邦的，硬如石头。现在呢先将其放在一边。接下来往锅内倒水，喜欢喝稀一点的，可以多倒上一些清水。倒进去之后，开大火将水烧开，煮至沸腾以后，我们再把冷冻好的绿豆冰块放进去，继续保持大火煮就可以了。这时冰块呢就会慢慢融化，豆子呢也会随之散开。随着水温的升高，锅中的水再次煮开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豆子的表皮会快速破裂，大概1分钟左右，豆子就可以完成破皮这个步骤。用大火快煮大概5-6分钟，豆子呢就可以完全的煮酥烂了。无论是红豆、黑豆、绿豆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哦。这个方法之所以行之有效，其实在冷冻之前呢，豆子被水完全覆盖，豆子在冷冻过程中吸收水分，随着水分的吸收，当豆子和水一起冻结时，水分子会形成冰晶，这些冰晶呢会在豆子内部形成，导致豆皮和豆肉之间产生压力。当冷冻的豆子被放入沸水中时，冰晶呢便会快速融化，豆子内部的水分迅速加热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豆子内部在加热时会膨胀，这有助于进一步破坏豆皮，使豆子更容易煮烂。并且由于豆子经过冷冻，因此在沸水中煮制时，豆子能够更快速的吸收热量并煮熟，这减少了煮制时间，使得豆子能够迅速开花。这个方法都非常的适用哦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快速且方便，非常适合家庭日常使用。那煮制的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准备点配料。
今天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绿豆汤。一个红薯，我们将其切成小块。红薯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其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润肠通便。夏天火气重，用它搭配绿豆就很不错哦。切好先放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袋西米，就是喝奶茶里边加的西米，加入它口感很不错的哦。这边绿豆展开3分钟，就可以下入刚刚准备好的配料啦。除了红薯西米，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黄冰糖。很多人在煮绿豆汤时贪图方便，放入绿豆的同时也放入冰糖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。因为绿豆未煮开之前放入冰糖，会导致绿豆难以煮烂，同时呢会使得煮出来的绿豆汤很黏，影响口感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在绿豆煮烂之后呢再放入冰糖，这样既不会影响绿豆的软烂，也提高了汤水的口感。这会儿我们再继续盖上盖子，大火煮5分钟，煮至西米外表透明，略微有些白皙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再盖上盖子焖10分钟，白皙就会消失了。不要一直煮，防止绿豆过分软烂，导致没有口感。而且这样做呢，也能更快的把西米煮透。等时间到，一锅美味的绿豆西米粥就熬煮好啦。民间还素来有夏天一碗绿豆汤，解毒去暑赛先方的说法，不仅消暑解毒、甘州火热，而且呢还能补充出汗后丢失的矿物质，让人清凉又舒心。绿豆煮汁绵软起沙，入口即化，搭配香甜的红薯和煮得糯糯的西米，真的是绝配。花费10来分钟煮好，放冰箱内冷藏。劳作一天回来，喝上一碗，瞬间心情舒畅。绿豆口感绵软，红薯的甘甜融入汤中，西米滑滑溜溜，QQ 软软的，也不抢味，为这碗糖水的口感提升了却不止一点点。一碗清凉的绿豆西米露下肚，烦恼连同汗液一起蒸发不见，爽得透透的。而且自制的绿豆汤健康又放心，消暑止渴又不会长胖，这不比奶茶来的健康，喝得痛快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夏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